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这个韩国士兵为了活命，竟然用机枪对着自己人疯狂扫射。无数战友死在了他的枪下。然而也正因为如此，负责撤离的运输船最终顺利起航，船上的人全都活了下来。可是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，愧疚的士兵打算以死来赎罪。好在一旁的战友及时阻止他。 니들 다들 자격 있어? 내가 우리 모두를 살렸어. 아 그래? 就这样，浦项撤退成为鳄鱼中队里不可提及的往事。可是比起在浦项杀死战友的无奈，鳄鱼中队这次又面临了新的信任危机。被老姜抓住了通敌的证据，秀赫只好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，爱路高地被南北双方反复争夺了不下50次，每次撤离他们不得不丢下大批物资。为此，秀赫等人想了个办法。 将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偷偷埋在地坑里，反正过几天高地还会被夺回来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当他们再次返回到高地时，地坑里的物资竟然变成了一堆大便，大便上还夹着一张信纸，上面写着“礼物已收到，小小回礼不成敬意”。众人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于是把写满脏话的信又埋了回去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双方你来我往，用写信的方式互相对骂。直到有一天，当秀赫他们打开地坑后，发现里面不但没有大便，反而还放了一瓶82年的茅台。 起初，他们猜测这一定是北朝敌军的阴谋，可一个老兵宁可死也要喝上一口。오기 형, 왜 그래? 한 번만 도와주고요. 이 새끼, 진짜 맛있다. 实际上，这瓶酒是北方士兵的贿赂，他们有许多亲人生活在南方，由于战争原因被迫失去了联系，他们希望南方士兵帮忙给亲人们寄信，而秀赫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 就这样，双方开始在地坑里互留物资，然后互相帮助寄送信件。久而久之，竟然建立起了微妙的友谊。对于这样的行为，被扣上叛国通敌的罪名，秀赫感到可笑至极。 우리가 군사 기밀이라도 팔아넘겼을까 봐? 거기 우리 목숨이 걸려 있는데. 听到秀赫的话后，老姜羞愧地放下了手枪。他向秀赫承诺，不会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军部。可还有一件事情，老姜没有弄清楚，那就是鳄鱼中队队长到底是怎么死的。 秀赫对此并没有直接回答。夜里，老姜独自一人来到河边寻找线索，没想到一个北朝女孩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得知对方只是住在附近的村民后，老姜劝她赶快离开这里。临走前还送给女孩一个巧克力。殊不知，这个女孩即将成为鳄鱼中队的噩梦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由于半岛的停战谈判始终没有结果。 南北双方不得不继续在爱路高地的争夺战上相互拼杀，越来越多的死难士兵沉眠于此。过来镀金的柳中队长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在前线待了快6个月。而在高地山顶的战壕里，老姜和小南也加入到了秀赫他们其中。每次拆看北朝的信件，成为众人最开心的事。这次信封里多了一张女孩的照片，女孩长得十分清纯可爱。秀赫将照片占为己有，并宣称战争结束后自己要娶这个女孩为妻。老姜拿过照片一看，发现竟然是之前在河边遇到的那个女孩。随后众人开始分配地坑里的物资。秀赫把一副老兵们争夺的墨镜分给了小南。为了感谢大哥们的关照，小南现场演唱了一首《月亮之下》，瞬间勾起了众人的思乡之情。然而战场上的欢快时光是短暂的。这天他们接到一项任务，一个小队去家属峰探路，突然断了联系，很有可能遇到了北朝的狙神2秒。之所以被称作2秒，是因为在被对方击中后2秒才能听到枪声，可见狙击手距离之远，准度之高。申队长说，最近已经有32人死于2秒的枪下。秀赫立刻带着小队向家属峰进发，可没想到就在他们半路休整之时，正在提裤子的小南被一枪射中双腿。众人趴在地上，丝毫不敢动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南在地上哀嚎。因为这是2秒惯用的为师打人战术，为了锁定敌人的方位，他们不得不利用小南作为诱饵。随着几声枪响过后，小南最终彻底闭上了双眼。秀赫也借此成功发现了2秒的方位，他立刻呼叫空中支援，对2秒所在的位置进行了地毯式轰炸。轰炸过后，众人迅速上前查看，但并没有发现2秒的尸体。老姜抱着小南的尸体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就在大家都以为2秒被炸死之时，一个身影突然从树林里闪过。老姜见状，立刻提枪跟了上去，成功抓住了敌人。可当对方转过身后，老姜瞬间惊呆了，没想到照片上那个女孩就是2秒。他最终还是没有忍心扣下扳机，再次放走了女孩。回到营地后，老姜质问秀赫为什么要用小南的生命当诱饵，可秀赫却冷淡地说是战争夺走了小南的生命。二人随后在营帐里大打出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营地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，一个发疯的老兵拿着枪大声质问自己的中队去了哪里，随后更是开枪射伤了申队长。可事后没有一个人去责怪这个老兵。看着满脸疑惑的老姜，秀赫把浦项撤退的秘密告诉了他。原来当年在码头逃离时，申日荣射杀的正是那个老兵的部下。老姜终于明白秀赫的冷酷无情其实都是表象，只有亲身体会过战争残酷的人，才真正懂得活着的意义。然而比起浦项撤退时的经历，一场令他们更加无助的战斗即将打响。英勇无畏的志愿军终于闪亮登场了。